大家好，众所周知，大帅哥王一博的公司是大名鼎鼎的乐华娱乐。2011年，当年仅仅13岁的王一博正式进入了乐华娱乐，作为乐华的练习生，进入到了残酷著称的韩国演艺圈深造。我之所以称之为残酷，因为您或许不知道，韩国普通练习生的选拔早就达到了800个人里面选1个的激烈程度了。远超中国高考的10个里面选9个的比率，而练习生当中也只有1半左右的人最终能够顺利的出道。那么没出道的怎么办呢？要么回家自谋出路，要么陪酒荒废青春。作为首个韩流出身的韩庚，就曾在《鲁豫有约》中爆料称，在韩国当练习生的时候，最多每天要连续练习20个小时。魔鬼般的练习生涯异常的苦逼，甚至韩庚都练到连自己的胳膊骨折了都完全感觉不到了，听起来是不是相当的恐怖呢？所以年轻的王一博当年所遭受到的痛苦只会更大，因为他所处的年代竞争和压力更加的惨烈，远远超出了大多数人的想象。如果您一路都在关注正能量达人赵丽颖和王一博的话，您或许更加能够体会得到他们身上所经历的各种不容易，并感同身受他们笑容背后的万千的付出。所以热爱阳光和正能量的您，别忘了继续的点赞、鼓励、支持和示爱，并留下您满满的祝福和心愿，因为爱和陪伴永远都不是一句话，而是一个行动。首先，热心粉丝伦伦里最近提到说，很想了解王一博和乐华的近况，所以今天我就特别开篇来一期您来点播的视频，来讲讲这个话题。因为这个话题涉及到2022年，所以我在标题中就会加上点播2022的字样。以后同样也欢迎您热烈的点播您心目中的热点话题，我会尽力而为，分享我的胡思乱想。其实王一博和乐华近况的这个话题很大，可长也可短，长的话可以讲够17、8期，短的话一句话就能概括掉。也就是说，王一博与乐华的合作期限为10年，从13岁到23岁，刚好2022年，也就是明年到期。说到这，必须提一提的是，如果您特别感兴趣更多的这类的话题，并希望我可以讲够17、8期的话，就特别欢迎您在评论区当中踊跃留言分享心声。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兴趣和爱好，或许有些人喜欢的话题，有些人就会冷场，所以我自己做视频还必须得考虑大多数人的观感和喜好，因此就特别希望您踊跃的互动，多一些反馈，让我有机会自查自省和自知，以免我在不明所以的情况下发布了您不喜欢的视频，然后因为您误点进来的缘故，以及迅速跳过或者立刻退出的动作，造成了整个视频的完整播放率跳水，这并会让我传播更多正能量、做盐做光的愿望迅速化为泡影，得不偿失了。跟着说回王一博的合同，或许您会非常的好奇，合同既然马上到期了，这个万人迷的王一博到底是怎么想的呢？是会继续续约下一个10年呢，还是另起炉灶自担风险呢？放眼国内的娱乐圈典型案例，标准答案一共有3个。第一个就是续约，乐华肯定会提出比上一个10年更好的条件，比如赠送公司的股份，或者减少佣金的比例等等。总之，乐华面对这个会下金蛋的宝贝疙瘩，不可能轻言放弃。第二个，其他经纪公司会开出高价跟乐华进入抢人大战，更好的福利和更宽松的条件注定是必不可少的。只是签约新的公司有一个最大的风险，就是磨合期与磨合度的问题。因为条件再好，人不开心，啥都是假的。跟职场跳槽一样，
王一博跳槽同样存在这类的风险。第三，就是跟赵丽颖一样，组建自己的团队，成立自己的工作室，还可以自己做大 boss， 自己签约新人。这种终极的选项貌似特别舒心、快乐和威风，对不对？只是对不起，风险系数其实也最高最大，因为这跟打工仔自己创业当老板一样，自由是自由了，最大的挑战也来了，那就是自立门户，自担风险。说到这，您如果站在王一博的立场，又会做出哪一个最为明智的决断呢？欢迎您在评论区中畅谈所想，分享意见，提出主意。在我看来，云飞姐姐赵丽颖其实已经帮云飞弟弟王一博做出了最好的选择了。重要的是，这个随心随性、自由自在的王一博是否愿意去按照姐姐的套路照猫画虎去复刻她的成功了。鬼聪明的赵丽颖早在一夕爆红的第2年，也就是2014年的年初，即1月10号，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在上海成立了上海赵丽颖影视文化工作室，而且还一步到位，几乎囊括了从影视文化艺术活动交流与策划、舞台艺术造型策划、服装设计、美术设计到动漫设计、文学创作、礼仪服务、企业营销策划等等，叫得出名堂的大而全的服务套餐。重点还有，这个赵丽颖还是个100%的持股人。怎么样，赵小刀的商业头脑是不是让您瞠目结舌呢？我觉得用快、很准这3个字来形容赵丽颖的话不足为过。这还没完，好戏还在后面。上海市松江区富永路425弄212号，这个赵丽颖工作室的注册地址是不是貌似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就是一个地址而已呢？如果您真的这么想，就大错特错了。这个地址上汇聚了一大票流量名人、鲜肉小花，胡歌、陈晓、唐嫣、李易峰、杨洋、张翰、郑爽等人的明星工作室，注册地址都在这儿。更牛逼的是，2020年11月26号，同名同姓的上海赵丽颖影视文化工作室再次成立，注册地址居然还是这个上海市松江区富永路425弄212号，只是换了个房号而已。说到这儿，您有没有犯头昏呢？这到底是搞哪出呢？您如果是真的头昏了，不怕，有我在，请留意2点就行了。第一，请留意他重新注册的时间点是不是跟大时代的背景和小环境的变化，也就是市场困境和家庭巨变很耦合呢？与时俱进，其实就是这个聪明赵丽颖的聪明之处了。第二，工作室的业务范围变更了，也就是说6年前的工作室被注销之后，新工作室的业务范围调整为演出经纪、影视文化艺术活动交流与策划、影视文化领域内的技术开发等等大而精的业务领域了。说到这儿，看出来了重点没有？工作室的重头已经转移到了经纪公司上面去了。这个30而立的赵丽颖很明显更加注重去培养后人了。至于说那个2022年即将成为自由身份的云飞弟弟，是不是会成为那个后人呢？真的是不得而知了。怎么样，同一个工作室注册地址上的腾挪转移，是不是足以证明赵丽颖的商业头脑足够的活泛，足够的灵光呢？那么这样一个天资聪颖的 boss 姐姐，如果手把手带出一个天资聪颖的 boss 弟弟，您觉得难度系数会有多高呢？如果说王一博在2022年合同约满后，有没有机会跟
跟云飞姐姐学习更多的商业套路，吸收更多的成功养分，甚至未来的工作室也都开到同一个地址上去，做个真正王炸的邻居，是不是相当的有趣并值得期待呢？最后我再提醒一下，点播节目对外开放，欢迎您随时随地在评论区当中提出疑问，提出期待，碰撞您的思想，交换您的心声。因为您想知道的，或许其他人更想知道，所以无论是您知道的还是您想知道的，都请拿出来大声的分享，大声的说出来吧。好了，您无论是喜爱赵丽颖，还是喜欢王一博，或者特别期待云飞夫妇合体，无论商业合体还是荧幕合体，都欢迎您大声的点个赞，鼓个励，加个油，或者喝个彩。因为您的所有爱心、鼓励和支持都是宝贵的能量和陪伴，而这些能量和陪伴既可以为您自己带来疏解和快乐，也会影响到更多的人，包括您所喜爱的人。同样，我也欢迎您点赞、鼓励、订阅、转发和支持本频道，因为这里有爱、有光、也有盐。多谢您的一路陪伴和宝贵的时光。